Hello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Max。那么呢，今天要跟大家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，这一种就是急冻的一些大虾哦。那么今天我用的这一种呢是越南的黑虎虾。那么这一种传统的一种预包装的速冻虾，它有个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就是不用自己去开虾背，那么它的虾线已经去掉了，那么没有虾头。那这种如果喜欢要虾头的朋友的话，就不要买这种了。然后它在预包装里面的话呢，是已经添加了盐在里面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一解冻之后呢，就能直接进行一个烹调。那么它的一个肉质的话，也是非常的爽口、弹牙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材料先。OK， 那么今天的材料呢，非常的简单，一个是黄油，这里大概是5公克的黄油。那么这一些传统的黑虎虾大概是6只，对，6只。然后蒜头，那么就根据你的蒜的大小了，大概4到6个。那如果你喜欢就是蒜味重一点的，那你可以加多一点蒜头。然后好，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先让这个虾解冻，然后等一下再回来。OK， 现在虾已经解冻完了，哈哈哈哈哈。那么我们要把黄油给化掉。好，现在有一个就是开水哦。那么因为我们黄油的量非常少，就是5克左右，那么我们只需要用水浴法，然后就是把它慢慢的化掉就 OK 了。好，放下去。然后呢，放下去之后呢，我们随便拿点东西去把它搅拌一下。OK， 那么其实呢，就是随便搅拌一下，那么这种黄油就会化掉了，就是非常的简单。那为什么不能用明火去把它给溶掉呢？因为用明火的话呢，黄油它很容易就会黑，然后它一焦了之后，就是焦糖化之后呢，它的那个味道就会发生了改变，就是那种牛油的香味就会不见了。那么所以我们只需要一盆热水，然后慢慢的让它化掉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现在黄油已经化好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把它变成液态状的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3个材料混合到一起。OK， 这个就是那些大虾解冻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我们的蒜，这些蒜末倒进去。OK， 然后呢，把我们的黄油倒进去。然后呢，我们稍微加一点盐。那么这里的盐其实不用很多，就大概这样子1个小汤匙左右。OK， 好的。那么如果说想味道丰富一点的，可以就是说加一点那个鸡粉哦。就是那种家乐牌啊，或者什么泰泰乐啊之类的那些鸡粉，稍微加一丁点的鸡粉，然后拌好就 OK 了。那么呢，如果想要就是它的味道就是比较好的依附在虾的上面的话呢，我们需要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一个生粉，就是玉米淀粉啊，红薯粉啊，什么都可以。OK， 好，倒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混合，然后腌制大概2个小时吧，这样味道会比较入味一点。好，
那么因为三藩市这边的天气比较冷，那么所以我们在就是拌的过程之中，我就要用这个水浴加热，然后让它就是拌好了之后，就是更好的混合。因为如果它天气这个温度比较低哦，就是大概现在这边是20度左右，这个黄油它会慢慢的，就是变回固态，就像这些这样子变回固态，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先让它拌好，然后它每一只虾都几乎能吃进去，这些就是附着到这些黄油啊。然后还有这些蒜头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就差不多就可以不用管它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就 OK 了。那么如果大家家里有那种密封袋的话，其实会更简单，就是把黄油啊所有材料放到密封袋里面，然后就是让它自己在那腌制就 OK 了。那么，因为这个虾的话呢，它本身已经有很多的黄油在了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说，就是有很多的黄油在，那么所以说呢，我们煎它的话呢，就不需要另外再去放油。那么我们先热锅，那么热锅的话呢，我们不需要它太热，因为太热的话呢。黄油是非常容易焦的，那么一焦的话呢，它就失去了那种牛油的风味。那么我们大概120度左右，就是不会非常烫，然后下去就 OK 了。开始煎喽。那么剩下还有一些牛油，那么我们可以等它就是说快好的时候，把它再加进去。那我们煮虾的话呢，就一定要带虾壳，因为虾壳的话，它就是有虾红素在，所以会特别香一点。那么我们煎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要说经常去翻它。让它有一个充分的受热，那么这样让它的外壳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焦化，那么它的那个虾红素呢，就是能够释放的更加完整。好，现在就是从它的虾背那里可以看到，它已经差不多熟了，就是没有那种透明的那种颜色，就是比较嫩白的一种白吧。就是没有透明的那种白色，那么它就是差不多熟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就是说把我们之前剩的牛油加进去，就是之前剩的这个牛油加进去，然后就现在拌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起锅了。OK。OK，蒜香牛油大虾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